哎，Joe，不好意思，他们的阿嬷生病了，没办法帮我看着他们，我只好把他们带来公司。没事，我们的会议延迟15分钟。啊耶！瑞阳，你们乖乖在这里玩，你要看着妹妹啊，啊，跟妹妹玩，来，来，我们来比赛吧。这玩具好特别啊，哪里买的？是我做的，是你做的啊？哇，你很厉害嘞！哎，开会了。曾经的少年呀，怎么一夜长大？时光快逝流沙，不要再留遗憾了。心中那些还没机会说出的话，找个方式表达。你叫我家成了温暖的家，温暖的牵挂。幸福靠的是用心，而不是魔法。一起去创造呀！子耀，真的是你啊！真巧啊！安瑞，真巧啊，我在附近接客户。好久不见啊，最近怎么样啊？我听说你自己当了老板，生意一定是很好吧？自己出来做当然会比较辛苦的，你也知道，客户老实说，创意要大气，设计要大气，版面要大气，发布会更要大气，到了最后给的budget比谁都要小气。对呀，哎，对了，我听说Indigo收了，为什么？半年前你就在公司昏倒，中风了，现在还在医院接受治疗。我们当设计师的，长期坐在电脑前面，缺乏运动，对身体也很伤啊。子耀，啊，sorry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是问你要不要去我店里看看，就在附近而已。你也开店当老板？是啊，来带你去看看，哦，就是这间店啊。哇，你这间店规模还不小啊。呀，李儿，哎，买了热豆酱给你，谢谢。让我介绍，这是我在 Indigo 工作的前辈子瑶，她是我太太 Stella。你好，几个月了？ 6个月了，恭喜你啊！谢谢。你们聊，我先去忙。 OK， 你的店卖的东西很特别啊，呀，为什么你突然间想到要转行？在社会打滚久了，觉得自己越来越俗气，和心中梦想的自己越来越远。既然公司关了，不如来点热血的事业，看能不能找回最初的梦想。这间店的初衷呢，也是想要唤醒大家心中的赤子之心。我很佩服你这些勇敢往自己梦想前进的人。
我还记得你以前会帮孩子设计玩具，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兴趣设计？可以放在我店里卖。别闹了，那些玩具做来玩玩还可以，拿来卖会有人买吗？你不要没有尝试就否定自己。个性化定制的玩具是有一定的市场要求，而且有很多大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小孩，有能力赚钱后都会舍得花钱满足内心的需求。用完还不舍得丢。找谁？请问天耀在吗？啊，他在对面的 food court 吃饭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幸好这里的咖啡好喝，下午我还来这边打包咖啡。天耀，你的背还会痛吗？哦，不痛了。哎，你送那高压贴真的很好哎，我特地留了那个盒子，下次朋友有去日本的话，我请他们帮我带。能帮得到你就好。嘿嘿，是。我做的安扣贝好吃吗？好吃。哎，没想到你的手艺这么好哎。那你就多吃一点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刚好在这一带啊，听你同事说你在这吃饭。那，嘿，这么巧又赏菇贵。这间店卖的特别有名，吃吃看很好吃的，皮薄 Q 弹，馅料是很新鲜。这间的我吃过，特别粘牙的。是吗？这个看起来更不好吃，硬邦邦的，皮又很厚，跟某人的脸皮一样厚。你为什么要骂我脸皮厚？你也知道我在说你哦。光天化日勾引人家老公，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他跟谁来往是他的自由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离了又怎样呢？他也不会看上你这块膏药布的。哎，你们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，有话好好说嘛。我跟他没话可说啊，还不赶快吃我带来的昂古贵？有点吃啦，那吃我的，哎，你不要过分啊！就是这样，吃我的，吃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吃。啊，吃，都吃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哎，什么事啊？有住户投诉有人高空抛物，我去看看。哎，我们一起去。哎，我记得你说过你家住靠近红山，那边的 food court 最近开了一家新的传统糕饼店，听说很好吃哎。我经过的时候看到有人在排队，但我还没有吃过。下次我们一起去吃啊。你还是带你的前妻去吃吧。你还在怪我的前妻啊？她不是故意的，她有时候脾气是大了一点，我代她向你道歉啦。不然你也可以带你的女儿去吃。你介意我有女儿啊？女儿很好哈，比较贴心。对，我的女儿啊，又乖又贴心。我想啊，你们两个啊，可以慢慢培养感情，而且啊，一定可以聊得来的。天耀啊，你不要误会了，我对你没有那个意思。我刚才只是故意捉弄你的前妻，看得出来他还是很在意你，才会那么紧张。所以我刚才故意演戏，让他吃醋一下，看他能不能感受到自己对你还有爱意。通常脾气比较冲的人，都是性情中人，一点点小事也可以打动到他。如果你还想和他破镜重圆，就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把他哄回来。
我还是自己上去看看吧。妈，你突然把我叫来这里，什么事啊？坐下。妈，你怎么点这么多啊？你这样吃很不健康的。老娘今天心情不好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管它健不健康。哎，一起吃。妈，你为什么心情不好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发生什么事情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的人生呢将会有大改变。哦，你很快啊就会有个新妈妈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亲眼看到的，你爸跟他女同事一块吃饭，还当众打情骂俏的。那个女的啊，还做了你爸最爱吃的昂咕贵给他吃啊，还当着我的面前呢喂他吃啊。哼，你爸也真没有眼光啊，那张脸啊长得都像昂咕贵一样，面对着他还吃得下。你和爸不是离婚了吗？爸有女朋友，你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有生气没？我只是觉得他没有良心啦。这边刚跟我离婚，那边就马上找到女朋友。爸有女朋友也是好事啊，老来有个伴。那我呢？我就活该一个人孤独终老吗？妈，你不要担心，你还有我。你可以养我一辈子啊？你最后还是要结婚的吗？放心，就算我嫁人了，我还是会照顾你的。等到你有人要那一天再说吧啊！哎，今天没有去跳舞啊？嘿嘿。边吹口哨边喝水，你小心呛死！哎，真多事，呛死好啊！女朋友可能会很开心，因为你的钱呢就会全部进入她口袋。小红是个好人，才不是你讲的那样呢。都几岁的人了，连看人都不会，你真的以为自己很有魅力吗？啊，看来是家里的镜子不够多。需要买几个大一点的，让你全身上下去照一下。哎，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，你自己最好是小心一点哦，小心看好你的钱包，不要被骗。哎，我们都离婚了，就算我被骗，也不关你的事了哈。因为我担心呢，你变成女儿的负担，懂不懂？哇，你几时这么关心自己的女儿啊？你不是整天喜欢骂她没有用吗？我也是为了她好啊。哎。那你骂我也是为了我好咯。你，干嘛？在想你的艺术家男朋友啊？以后别再提这个人了。啊？分手了？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家，他是个骗子。所以你被骗了什么？总之，那个人什么都不是，一直在我身边守护我、关心我的长腿叔叔，是另一个人。在哪里？有时间见个面吗？你等很久了。我刚到不久。日光哥，很久没有看到你了。哎，老板，你还记得我啊？当然记得，
最近我们推出了新菜色，我现在马上叫主厨准备几道给你尝尝。谢谢你啊，老板。好，谢谢。哇，真的很久没有来这里了，好怀念啊！我还记得之前我们去不同的餐厅做直播，真的有很多很好的回忆。对啊，我还记得我那时什么都不会，笨手笨脚的，幸好你没有嫌弃我。我觉得你做的很好啊！我记得我做直播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小助理跟前跟后，多么的威风啊！来尝尝我们新的菜色。谢谢老板。谢谢。好吃的话一定要帮我介绍哦。当然，如果不好吃的话，我会刚刚讲的。没问题，这才是你的 style。谢谢。谢谢。今天我就大吃一顿吧。哇，这个。这个豆腐啊，很香滑。这个西兰花很特别，吃起来很爽口。哇，这个鸡肉看起来黑黑的，不懂好不好吃啊？刷一下。味道很不错。不过那个鸡肉啊，有点硬，不好吃，扣分 ，no good。你叫什么？评论起食物就是很风趣幽默，很吸引人。会吗？你为什么不继续做直播？我已经这么久没有做直播了，还有人记得我吗？当然啦，像我就记得。还有，这里的老板也记得。我相信，一定有很多粉丝在等你的。要我继续做直播，不是不可以，不过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继续做我的助理。小心啊！我帮你吧。哦。谢谢你今天陪我到这么晚。谢谢你送我回家。那我先上去了。拜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跟老板谈好了时间跟地点，再让你知道。哦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有看到我的制服啊？昨天洗了晒了，找不到哎。没看到。哦，在外面。哎，你不是收衣服吗？为什么不顺便帮我收？你不是很喜欢晒月亮的吗？就放在外面晒个够啊！你晒个够。纽扣松了，可以帮我缝一下吗？你不会叫你郎姑贵帮你啊？
哎呀，其实我跟他……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雨玲，我的纽扣松了，你可以帮我缝一下吗？不准帮他！你为什么不让女儿帮我？你什么时候尽过做爸爸的责任呢？女儿小时候生病需要钱，还不都是我出钱来帮她还医药费的？你做过什么了？你只会在你有事情的时候才来求女儿啊！我知道我以前是做的不够好，是你总该给我一个机会弥补嘛。你拿什么东西来弥补呢？啊？哦，现在才要当好爸爸，会不会太迟了一点啊？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爸爸，你呢？你整天只……你看。Daddy，很迟了。Daddy 起来了。Daddy 起来了。Daddy 你不要吓我 ，Daddy 快点起来。Daddy 起来。星星。起来了 ，Daddy 在这里。星星。Daddy 起来了。Daddy 起来了 ，Daddy。不要！瑞阳不在，瑞欣去上学了。我是来找你的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我要跟你谈谈小星星的事情。他现在的情况，如果再不补救，就太晚了。你的脸色很差，你昨晚没有睡好。我这几天都没睡好，我没时间跟你闲聊，你有话就快说吧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小星星的行为有点问题？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么古灵精怪的。古灵精怪跟心理扭曲是不一样的。我担心小星星是被不完整的家庭影响。我倒觉得是你的问题。你不出现的话，他什么问题都没有。我就不相信你一点都感受不到。你不要再骗自己，心理扭曲的小孩是很可怜，也很可怕。如果现在没有好好的引导，麻烦就大了。OK， 我承认星星之前的确出现了一点小问题，但是我已经把它纠正过来了。反而现在是你的出现，他才会再次的受到刺激。我拜托你，不要出现在他面前，好不好？这样做只是在逃避，不是解决问题。我希望你可以配合我，一起帮助小星星。你现在才想来当一个好妈妈，会不会太迟了？我没时间跟你演戏，麻烦你走吧。你怎么了？我只是睡不好，头有点晕。你脸色很苍白，先去看医生吧。不用了，我睡一觉就没事了。你不要这么多事了，走吧，不要打扰我休息，走吧。你怎么了？醒醒啊！Dr. Lee，他怎么了？
怎么会突然晕倒呢？是因为血压过高，身体是承受不住。我建议他去做个详细的身体检查，尤其要注意是否有心脏方面相关的疾病。好的，我会安排他去做检查。谢谢你啊，我送你出去。耶！我赢了，2比1。再来！瑞阳，喜不喜欢妈咪买给你的玩具车啊？爹地车的玩具比较好玩。这种 DIY 玩具有什么好玩的？整天做这些有的没有的，有空为什么不要去进修啊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我把进修的资料都传给你了，你到底有没有看的？为什么不求上进？难道你就甘心当一辈子的小 designer 吗？我就是这么不求上进，我就是甘心当一个小 designer， 可以吗？ Stop！ 不要碰我的东西！没想到你还收着这个。幸好没听你的话，把它当做垃圾丢掉。以前被你看不起的东西，现在敏琛的儿子不知道多么喜欢玩。你好好的休息吧，我会帮你预约做详细的身体检查。不用了，就算你预约了，我也不会去的。那你记得吃药，不要拿自己的身体来开玩笑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3号桌。哎，好了，谢谢你啊，下次再来。谢谢啊。李佳义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们不是说好要回沙拉越的吗？姨妈，冷静一点。阿芬啊，我都没有说你啊，你为什么跟他一起串通？要不是隔壁邻居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们两个偷偷瞒着我在这里开档啊！我本来帮我看这。妈，你不要怪表嫂，是我叫她帮我隐瞒你的。如果你提早知道，你就不会答应让我开店了。你明知道我不喜欢你做，你为什么还要做？我们不是说好要回沙拉越吗？我不会跟你回沙拉越的，你要回自己回好吗？你如果不跟我回去，以后你不要叫我妈啊！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不听话啊？你说的没错，我从小到大都很听你的话，是你的乖儿子。但这次我希望你可以让我自己做选择，这是我的人生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让我做我想要做的事。你还好吗？
好像呼吸有点困难，有点喘不过。我扶你去那坐吧。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好点了吗？现在好多了，谢谢你啊。幸好有你，不然我现在可能就要躺在医院了。如果我现在倒下，不知道我那个不孝子会不会为我伤心？怎么这么说呢？我那个不孝子，他最近认识一个刚离过婚、带着个孩子的女人。他竟然为了这个女人不要我，不止完全不听我的话，对我的态度也完全改变。亏我为他辛苦这么多年，我真的是白养他了。我明白你的感受。以前我女儿啊，也是不听我的话，跟一个我不喜欢的男人在一起。原来你跟我一样。那后来呢？你女儿有没有跟那个男人在一起？后来，他们结婚了，有一个小孩。当初啊，我一气之下，把我女儿赶出家门。结果，我们整整10年都没有再见面。不过幸好，最近有机会再次见面，而且大家也解开了心结。不过，那个失去的10年，再怎么也找不回了。有时候我回头想想，为什么当初我不愿意祝福他们？为什么我宁愿失去一个女儿，都不愿意多一个女婿？我还要10年后才见到我的孙。我那个10年没见的女儿，就是你儿子的女朋友，敏晨。秉承，这是特别为你准备的。如果没有你，沙包蛋肯定开不成。你刚才真的不应该这样跟你妈妈说话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刚才有来过？嘉义，我真的不希望看你走上我曾经走过的路。为了爱情，连亲情都可以毁了，不值得。你以后一定会后悔。那你觉得我现在放弃就不会后悔吗？我一定会努力让我妈知道，现在做的选择，以后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快乐。我们一起努力好吗？
我想吃炸鸡和薯条，你们呢？我买炸鸡set，你要跟我算吗？我们1人1块，好啊。那我去买。我买了很多，够我们4个人吃，一起吃吧。请问你是谁？我是 Racing 的妈咪，你们好。不是说你妈咪死了吗？是啊，她在我心中跟死了没有差别。从小被她狠心抛弃，每年的母亲节都是跟 Daddy 过的。我从小到大不知道被妈咪抱抱的是什么感觉。你们有妈咪帮你们绑辫子，买美美的裙子给你们穿，而我呢，只能穿裤子，留短发。妈咪只会在电话里出现。这种的妈咪，跟死了有什么差别？赵瑞阳，你给我出来！他不在，找他这么急什么事啊？我要问他，是不是他出卖我行踪？怎么了？刚才那个女人来快餐店找我，在我同学面前说她是我妈咪，气死我了！没经过我同意就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就当着同学的面说她当年抛弃了我，在我心中跟死了没两样，让她丢脸。好了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会叫他以后不要再去找你 ，OK？ 哎，你把这个放在我房间做什么？这台空气净化器可以帮助你睡得更好。哦，那好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你为什么刚才不要帮淑英说话？瑞欣说的没错，那个女人当年的确是为了那个男人抛弃了她。其实淑英根本没有出轨，也没有所谓的第三者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为什么当年她不向我解释清楚，还同意要跟我离婚？那不是心里有鬼吗？我真的没有办法代替她回答这个问题。但是夫妻之间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彼此信任。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那一起走下去也没有意思。我们的婚姻都失败了。我跟淑英就像是一个对比，她可以很果断地放弃你们这段婚姻，而我迟迟不肯放手，就为了赌那一口气。可是后面还是搞到两败俱伤。我过来这里是找一些拼图给我儿子玩的。哦，你孩子喜欢玩拼图？那他会重复拼，还是拼完之后你会买新的给他？再买，这样比较有新鲜感。小孩喜欢新鲜感。啊，好。这款玩具对你孩子来说会不会很难？有一点，不过对我老公来说不难。你老公喜欢玩玩具？他是我的大 baby， 我买玩具给他们2个玩，我就可以专心做家务啊。啊，好，谢谢你的宝贵意见。谢谢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看看有什么适合小星星的。我看你还是算了吧。不管他有多排斥我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你呢？你来买玩具吗？来做市场调查。你接了玩具的广告。是为我之后设计玩具做市场调查。你想转行？有时间吗？我也可以当你市场调查的对象。
现在的父母都很舍得把金钱花在孩子身上，尤其是那些兼具知识性、可以开发孩子大脑、激发好奇心的玩具，不管多贵呢，都会有市场的。那是因为他们怕输。你有没有想过设计一些适合大人玩的玩具？现在的大人都很有童心，玩起玩具比孩子还疯呢。对啊，刚刚也有人提起这一点。为什么突然想当玩具设计师？我每天对着电脑，日赶夜赶设计，有点累了，越做越没有满足感。我想找回自己的热忱。做生意最重要就是够新够快，花多点心思在销售策略、包装下手。这些我都懂，但是市面上有这么多玩具，我要怎么样才能突围而出呢？可以利用网络啊，把你设计玩具的理念还有过程呢拍下来，包装成一个品牌，搞一些噱头，引起关注，让媒体主动的采访你，这些都是免费宣传了。我只会设计，对于这些我根本不擅长，应该会交给其他人做。这些都不难啊，你还是尽快的学起来，这样你就不用跟别人分享利润啦。你还是跟以前那样，永远把利润摆在前面。做生意不谈利润，那谈什么？你也还不是一样，把理想跟设计摆在第一位。你以前不是很欣赏我这一点吗？你不觉得吗？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，都会给对方带上滤镜，时间久了才会觉得对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滤镜也就破了。不是有人说婚前是瞎子，婚后是聋子，要保持婚姻长长久久，就得装聋扮瞎，这样的话才不会像我们那样。我们当年太过意气用事了，结果放弃的不是一段婚姻，而是一个完整的家。敏晨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我找你找得好辛苦。放开我！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们把房子卖了，我只好来少康的学校等。可是我来了好几次，都等不到他。可是今天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真的好想念你啊！放开我！说过就放开我！你忘了我们已经离婚了吗？敏晨，我知道吸毒是我不对，我在里面已经戒了，以后连赌博、抽烟我都不敢再碰了。我真的下定决心，求求你给我多一次机会好吗？你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我们会回到你身边的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。敏晨，少康还那么小，你忍心还没有爸爸吗？你就看在少康的份上，我们一家人重新开始。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人的。你如果真的爱少康，求求你放过我们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各走各的，互不相干。不行，少康是我儿子，你是我老婆。少，不要碰我，妈咪！坏人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少康，你看清楚，我是你的daddy。我不要坏人做我daddy，我不要。少康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不会再做坏事了。我不要你，我已经有新daddy了。少康。妈咪，我们快点走吧。